评论简报，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中国正在把被压垮的新疆变成旅游陷阱。外交政策，中国新疆地区政府为当地少数民族开设了多个拘留营，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促进该地区的旅游业。尽管由于零咖位政策，新疆地区的入境游客有所下降，但分配给旅游业的资金却大幅增长。2022年，新疆文化和旅游厅的支出预算比上一年增加了 90% 以上。该地区当局早就认识到将该地区的自然美景和一览无余的景观货币化的商业潜力。然而，旅游业的扩大是北京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重塑该地区的文化和居民，使其类似于中国汉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利用旅游业作为向当地居民灌输同一中国身份的工具，是政府官员在公开演讲中明确强调的。新委托的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数字人民币如何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南华早报评论版，数位人民币可以在减少全球贸易对美元的依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从东南亚到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呼吁以其他货币进行贸易。使用数位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可以帮助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使交易更容易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计价。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等区域贸易协定以及与香港的伙伴关系都被视为中国开始认真实现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途径。美国声称中国政府有害胁迫策略的结果。南华早报评论版，中国最近宣布部分禁止在国内销售美光存储晶圆。美国声称这一决定是错误的，是中国政府有害胁迫策略的结果。有人说，这一决定反映了美国先前阻止中国接触美国最大的晶圆制造商的伎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批评了这项禁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预设为这是对美国使用经济胁迫的令人不安的。东盟与四方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交政策，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论坛，已被东南亚接受，认为这是通过其说明建立一个更加繁荣、健康和抗灾能力更强的印太共同体，为该的区获得更多资源的一种方式。四方对话于2007年出现，多年来一直不活跃，直到奥巴马政府恢复，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然而，在拜登的领导下，该组织已将重点转移到在全球医疗保健、气候政策、基础设施、灾害回应和教育等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由于 COVID-19， 在此期间，该小组将重点转移到公共卫生和其他民事政策上。四方国家越来越注重实际的、切实的好处。四方国家则表示，确保所有国家，无论大小，继续有发言权的重要性。随着东南亚各地的观点转向对四方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现在是两个集团抓住机遇并朝着更紧密的东盟四方合作迈进的时候了。他在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说，白宫如何处理反犹太主义的决定性时刻。国会山报观点，人权律师兼国际法律论坛首席执行官阿尔森·奥斯特洛夫斯基 Arsen Ostrowski 和全国犹太宣导中心主任马克·戈德费德 Mark Goldfeder 警告说，由于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存在争议，拜登政府推迟发布其打击反犹太主义战略。他说，这种延迟本身就令人担忧，因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第一步是定义它。政府现在必须采用一个得到广泛认可、全面和黄金标准的定义，针对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反犹太主义偏见的全部交叉光谱。为此，强烈建议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IHRA 对反犹太主义的工作定义。大多数美国主流犹太社区完全统一在这个定义背后。评论员总结说，尽管拜登政府已经接受了 IHRA 的定义，并且它是定义美国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杰出和两党来源，但由于民主党内部进步分子的反对，
拜登团队可能会强调 HRA 定义，但也会参考替代方案，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海底铁幕时代。外交政策，国家之间日益紧张的政治紧张局势和海底电缆的脆弱性，导致人们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海底铁幕时代。随着许多关键电缆现在面临故障的威胁，数位世界不断扩大，许多公司担心这对互联网流量意味着什么。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电缆正在计划中，正在考虑新的目的地，而不是那些以前被认为对政治不友好的目的地，以避免骇客或切割形式的潜在干扰，导致产品通过更长的路线重定向的风险。然而，在一些经济困难的地区，改道到敌对国家没有主权的水域可能会带来自己的挑战，这些领土的拥有者可能会期待某些激励措施。格林斯潘的成功向鲍威尔展示了如何跳过。彭博观点，美联储成员对货币政策的未来存在分歧，因为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担忧。政策传导的滞后表明，随着通胀继续比美联储目标高出2倍以上，而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经济疲软可能正在逼近。彭博社分析师表示，在不确定的时刻，跳过加息可能是美联储的谨慎举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洛里·洛根 （Lori Logan） 和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尼尔·卡什卡里 （Neil Kashkari） 似乎同意，他们在最近的公开露面中提出了这个想法。在1990年代，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在管理货币政策时经常跳过加息，并以建立近代历史上唯一的软著陆而闻名。牛津和剑桥陷入了取消文化的厄运螺旋。英国电讯报评论版，据智库 Switch 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现在正在竞争取消言论自由，因为对该主题的限制越来越多。这2所大学已经成为言论自由限制最严格的大学之一，取消文化现在已成为常规追求。此外，学生活动家越来越多地试图去平台化有争议的演讲者。然而，一些学生已经开始请愿捍卫言论自由，媒体对取消尝试的关注导致被驱逐变得更加突出。这与更广泛的社会趋势相呼应，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容忍和对自由辩论的过度敏感。千禧一代会在2024年保持沉默吗？国会山报观点，与其他几代人相比，美国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保密，60%的人保持沉默以避免冲突，36%的人甚至撒谎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感受。相比之下， Z 世代比老一辈人更直言不讳，41%的人不分享自己的观点。根据国家政策网络的一项民意调查，千禧一代是最信任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人，尽管与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协调，加上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援和左翼缺乏立法进展，可能会导致内部冲突。这是 Netflix 的世界，竞争对手只是在其中流逝传输。路透观点，迪士尼、华纳兄弟发现和派拉蒙等传统娱乐巨头正在通过提供独特的竞争性节目来反击来自 Netflix 的竞争，以保持其市场份额。Netflix 多年来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要归功于它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公司，并建立了忠实的使用者群。作为回应，迪士尼家、HBO Max 和派拉蒙正在进入流媒体市场，但事实证明很难获得市场份额。据好莱坞报道 Netflix 去年在节目上投资了170亿美元，每位订户72美元，而迪士尼去年的支出为300亿美元，每位订户130美元，支出是竞争对手的3倍。由于低成本节目底增加，它还有更多的节目要推出。截至2021年底， Netflix 拥有超过 2.34 亿订阅者，超过了竞争对手。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的学校打一场适得其反的文化战争。卡托研究所，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对教育领域激进进步意识形态的反觉醒运动被斥为提高其政治信誉的策略。但是，
对过度政治化教育的担忧比他的批评者所允许的要多。在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 CRT 的想法，一种可能引起争议的意识形态框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影响。而全国教育协会在2021年的一项决议中认可 CRT 作为反种族主义教学的工具之一。然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停止觉醒法案被认为在高等教育方面违宪，并受到主观监管标准的困扰。俄罗斯如何试图殖民非洲并失败？半岛电视台评论文章：俄罗斯在非洲的帝国野心经历了动荡的历史周期，其特点是极具冒险性的阴谋，这些阴谋共同成为非洲人民合法愿望的陪衬。莫斯科一直在非洲寻求外交立足点，但他对殖民争夺的冒险以血腥的失败告终。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俄罗斯政府在非洲保持住反殖民主义的公开立场，并延伸至于其西方竞争对手的道德至上。与此同时，历史档案和当代事件的考古学指向了不同的叙述。俄罗斯目前对非洲采取的做法的核心是，与其殖民对手不同，他不认为非洲是剥削的殖民地。历史表明，这是一个秃头的谎言。俄罗斯对非洲的图谋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展开的，在这个时代，非洲为任何可能获得新的剥削领土的帝国主义列强提供了新的剥削领土的机会。俄罗斯在非洲的冒险模式似乎是自我促进，外交交流的外表掩盖了一连串缓慢的内部腐败和剥削。俄罗斯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输给了殖民地非洲，今天仍然没有竞争力。就目前而言，它似乎满足于通过外交管道和假新闻工厂投射的陈词滥调，这些工厂描绘了俄罗斯在非洲存在的发光画面。俄罗斯主要将非洲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作为莫斯科可以作为其西方竞争对手的杠杆的地缘政治棋子。然而，俄罗斯在非洲的王牌除了为莫斯科的宣传和公关机构提供平台外，未能为莫斯科带来任何可观的动力。俄罗斯通过其崇高的言辞和其高级代表团引人注目的发言，继续享有非洲事务中一个主要角色的影响力，但现实仍然是，一个国家宁愿保持轻率的自以为是的气氛，而不是投资于非洲无数危机并为其提供有意义的解决办法。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改善诉诸司法的机会，让我们不要浪费它。国会山报观点：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第一庭退休法官萨姆尔·图马 Samuel Esama 表示，如果法院继续创新和实施支援普遍访问远端听证会和简化数位证据处理的技术， COVID-19 大流行可能会导致法院现代化和更方便。亚利桑那州法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和使用远端听证和数字证据工具，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在大流行期间，亚利桑那州法院出于必要实施了面对面听证会和纸质证物的数位替代方案，并通过与汤森路透的试点实施了基于云的数字证据系统。结果不言自明，亚利桑那州法院通过使用数字听证会增加了诉诸司法的机会。在接受调查的诉讼当事人中，差旅时间减少了 92%，76% 的人减少了休假时间，降低了 72% 的成本。然而，法院系统必须解决阻碍数位法院解决方案充分发挥其潜力的数字鸿沟，包括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拉丁美洲最大的希望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彭博观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需要一个基于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包容和基础广泛的福祉。爱德华多·波特在彭博社认为，波特强调了该地区失败的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发展战略、暴力和动荡以及政治不稳定的历史。他建议重新分配税收，以说明打破贫困回圈，类似于欧洲的福利政策，并创建一个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社会保护新架构，涵盖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就业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可的一份报告的作者建议拉丁美洲优先考虑政府对护理经济的资助，以说明提供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残疾、死亡和失业保险，
以及照顾儿童、病人和老人。为了在整个地区建立真正的福利国家，拉丁美洲需要将税收从目前平均占 GDP 的 23% 提高到 30%。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